刚走完刚刚那小坡，已经有点喘了，完蛋了。应该没什么人排队。我已经走了22000步了。身为北部人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在台北旅游。如果我是第一次来台北旅行，我会怎么安排这一天？所以这支影片，我试着用之前去日韩旅行的方式来场台北一日游。如果喜欢这种内容，可以先订阅起来。现在是早上6点40分，气温27度，然后天气超级好。我已经开始后悔为什么我要来这边爬山了。不管了，来都来了，我们走吧。早上很多人，很热闹这个象山公园。等下不知道上去是不是也会很多人。开始有上坡了，有点开始不想走了，完蛋。现在我们准备要开始爬象山了。刚走完刚刚那小坡，已经有点喘了，完蛋了。象山海拔只有183公尺，但因为视野绝佳，成为台北观赏101的热门景点。山形因相似大象比而得名，跟相邻的虎豹狮山合成狮兽山。早上吃了2个蛋黄酥跟一杯奶茶，现在有点快出来了。我虽然是个很能走路的人，但很不擅长爬山。我不是烂脚，是烂骨四头肌。上次爬山还是去年10月在大阪，那时至少还是斜坡，这次坡度楼梯真的让我股四头超酸，加上天气闷热跟蚊虫，我宁愿在家做保加利亚蹲。连续爬10分钟的楼梯就可以到第一个看101的点了，终于有个可以休息的中继站，视野是真的蛮好的，但不会想为了看101爬第2次了。旁边有个岔路，往左边走可以回家，那我们回家吧。旁边有个岔路，往左边走可以回家，但我们还是要继续往上爬。这边是巨石旁边的摄影平台，风景还不错。这地图我看半天找不到我在哪，原来我还在最角落啊。我们接着去烟火平台，这个坡度跟楼梯正常多了，走起来不会像前面那样这么累。视野还不错啦，但如果要看101烟火，我比较喜欢在国父纪念馆的空地。因为计划很临时，我忘记准备防蚊液的下场就是这样，一下不动，蚊子就聚集过来开发，根本是文具店。这个太阳会热呢。在这边待1个小时，差不多可以回去了。下山遇到热情的山友跟我说早安，瞬间觉得世界很美好。于是我打算把这个美好传下去，跟下个遇到的人打招呼。结果我直接被当空气，这世界好冷漠。一大早就走了6000多步，希望今天的脚撑得住。这个太阳太羞了吧！我现在只想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休息一下。现在求生策略很简单，遇到便利商店就进去凉快一下。走到了世贸前面，先去喝咖啡回血，等等再来逛44南村。店内很舒适，找个通风的座位把自己吹干，配上他们好喝的香橙冰美式，有点回魂了。坐了1个小时，我们继续出发。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接下来来到44南村。说实在的，我真的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44南村在眷村东是个制度盲区，这里的居民是兵工厂的厂工，没有军阶。这个身份差异让他们在改建时被排除在军方补偿之外，意外促成了古迹的保留。今天这边刚好有活动，所以好像不太方便逛。这边也有发现一个拍101还不错的点。那鸽子在进食，害我也饿了，不如我们就吃。想吃点中式早餐，找到这间秦小姐豆浆，点了杯无糖豆浆，加上狮子头蛋饼。狮子头肉香明显且充满汁水，酥脆的蛋饼皮沾上特制酱料，让味道变得更加丰富。再喝上一口豆浆，真是绝配。唯一可挑剔的就是辣酱不够辣。我们继续出发吧，下一站大安森林公园。大热天的时候有这种骑楼可以走，真的蛮幸福的。我走的这条巷子叫做文昌街，然后发现一路上都还蛮多卖家具的店。想吐槽一下，刚刚那个人行道画在右边，然后它只有另外一边才可以过马路。
本来想要吃这间冰店的，只是它中午12点才会开门，那等不了，我们就下次见喽。经过了一间好像很厉害的拉面店，但是还没有开。鸡的好处：鸡肝平偏温，营养丰富，肌肉蛋白质更高达24%，比猪牛鹅都高，脂肪含量仅1.5%。吃鸡肉既增强体质，又不会使人过度肥胖。终于看到便利商店可以凉快啦！看到一条很多小吃的路，我们就去经过闻香一下。这条瑞安巷好像什么都没有哎，连这样的地方也没有。走到这里蛮凉的，有风，然后有树，有遮阳。好，只要再穿过这个建国高架，就是大安森林公园了。这边是儿童游戏区，有蛮多幼稚园就直接是带来这边活动的。是说这个地图该更新了吧？这些人不知道在拍什么，我们跟着去凑热闹吧。这里生态真的是蛮丰富的，很热闹，但好像也有点臭。这边的露台跟228公园的那个有一点像，还蛮漂亮的。好久没有站在舞台上的感觉了。大安森林公园大是真的大了，但好像没什么好逛的，就是了。11点半了，此时已经走了快15000步。下来捷运站凉快一下，这里好凉啊，好舒服。走了，继续出发，永康街。这边的人行道好像有做过设计，就是做的还蛮舒服的。走到了公园，基本上一路走来，路上好像有一半是观光客吧。这间填满不知为何很多人排，有人知道原因吗？看到选物店就会进去看看，其实也是在蹭人气。白水豆花下午1点才开门，我们先去吃午餐吧。吃这间没吃过但蛮有名的五灯奖，有点小排队，价格不便宜。居然是边河绿代言，我就信你一次吧。点了卤肉饭、金针鱼丸汤、油豆腐、卤蛋。卤肉虽然几乎是肥肉，味道上不会过咸，吃起来很顺口又下饭。我看着旁边的客人很认真的把肥肉挑掉，然后那碗卤肉饭就变成了卤饭。油豆腐跟卤蛋完全没入味，汤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像在喝热水。终于明白多喝热水这句话有多讨厌了。但鱼丸还蛮好吃的。这样总共是140元。出来刚好白水豆花刚开门，应该没什么人排队。好，我错了，大概要排20分钟，时间倒是还好。曾经在福冈排过2个小时的队，痛无的是在这个大热天排队。白水豆花来自宜兰礁溪，灵魂在于融入了花生卷冰淇淋的概念制作。豆花本体细致绵密，跟花生糖非常搭。觉得不够甜可以自己加黑糖。可惜香菜只有1片，不然我会更喜欢。怎么一副要下雨的样子啊？人蒜不如绿豆蒜，不知道在卖什么的。趁现在天气还蛮凉爽的，我们就去看一下中正纪念堂好了。这台贩卖机的饮料，我没有一个有看过的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再壮观一些些。看那个楼梯就觉得好累哦，好凉，超级凉，完全不想出去了。暂时先待在里面逛逛好了。我好像真的没有进来过这个里面那天花板其实蛮好看的，放了有很多历史文物可以让我看。好奇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原来这边展的是世界各国的民主运动。老实说还蛮有趣的，左边展的是蒋中正相关的文物嘛，然后右边这边展的就是民主历程。那我自己是蛮推荐给外国观光客来这边的，
因为这边的展览等于说可以一口气认识台湾。这边的文创商品意外的平易近人。我们现在在这里面，那等一下就出去，一路往门口走吧。一走出来就是整个热浪直接冲上来，超级难受的。现在看到楼梯就是会觉得很累，都是向山害的。天空好漂亮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室外气温32度，有点闷。我已经走了22000步了。本来规划是直接搭绿线去逛迪化街、大稻埕，但外面实在太闷热，我决定更改行程，躲进台北地下街。我们现在从中正纪念堂走到了228和平公园，稍微乘凉坐着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去下一站吧。然后我这边逛到差不多下午5点，已经差不多3万步了，所以也差不多要回家了。就算这个天气这一个状况的话，我在日韩应该也是会回饭店休息吧。等到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再出来走走这样。以前觉得旅行就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其实换一个角度看待熟悉的城市，它也可以是一场旅行。不知道如果是你第一次来台北，最想去哪一站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喜欢可以按赞热推一下，让我知道重新认识自己城市系列值得我继续做下去。